如今 AI 迅速发展，各种 AI 技术不断的推出，但是实际能够运用到普通人工作学习当中的到底有多少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峰哥爱分享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款能够改变普通人办公方式的工具 Office AI 助手。首先带大家大致看一下这一款 Office AI 助手有哪一些功能。在 Word 里面，它具有文字校对、智能校对、文章润色、排版、续写、写作、翻译，以及总结提炼、周报助手、会议纪要等等功能。那么在 Excel 里面具有复杂数据分裂、数据提取、数据清洗以及表格样式的一个调整、统计并生成图表等等功能。在视频的结尾，我会对这一款 Office AI 助手的一些功能进行演示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如何进行下载安装。我们打开 Office AI 助手的这个网站，点击立即下载，然后点官方下载，然后开始下载。好的，下载完之后我们打开，点同意，下一步，然后下一步，然后完成。我们安装好之后，我们打开 Word 会在上方多出一个 Office AI 的一个菜单。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扫码登录，我已经扫过了。那么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设置，点开设置，这边是语言，进行一个选择，我选择简体中文。那么大模型它内置了有 DeepSeek、通义千问、豆包，还有文心一言，这些是免费的。DeepSeek 的话，免费的是 V3 的一个版本。如果内置模型不能满足你的需求，我们可以采用 API Key 调用第三方 API 来进行对接。我这边使用是硅基流动。那么怎么去申请第三方 API Key 的话，可以看我往期的一个视频，里面有进行介绍，在这里就不做演示。我们可以把自己申请的 API Key 填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在你本地搭建模型进行调用，也是可以的。设置就主要是这些东西。我们点保存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使用。首先我们演示文字校对的一个功能。那么这边可以选智能校对，也可以选紧揪错别字。那么我们这边就选紧揪错别字吧。可以看一下这边 AI 已经进行处理。好的，它已经分析完毕，这边已经识别到了有2处错别字，我们点应用，这样的话就会把错别字纠正过来。在大篇幅的文字校对过程中，那么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好用的。那么接下来再演示一下周报助手这个功能。我们选中这段文字，然后点工具箱周报助手，可以看一下 AI 已经在处理了，已经处理完了。我们导出到左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写的是不是非常的好。如果让您自己一个一个打字的话，需不需要20分钟呢？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会议纪要。我们选中这个会议纪要，然后点工具箱会议纪要， AI 就会帮我们进行一个自动处理。好的，这个时候 AI 就处理完成了。我们点击导出到左侧，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会议纪要是不是写的非常的清楚，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一个时间。那么 Word 的功能的话，我就演示这几个。更多的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示例文档，会有一个官方的文档，大家进行一个学习查看就可以了。我们的 Excel 打开之后，在上方会有一个 Office AI 的一个菜单。那么设置，我们只需要在 Word 里面设置之后，在 Excel 这边就不需要设置，它会同步过来。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个地方就可以了。你要么在 Word 里面设置，要么在 Excel 里面设置，都是可以的。那么在这里我就以官方的示例文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使用说明。我们点示例文档，这边会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分裂的一个操作，我们点开看一下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它已经把指令给我们写出来了，我们可以参考它的指令。我们点开这个工具箱，然后我们把指令发给 AI。好，这个时候 AI 就已经在进行处理了。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话，我们平时自己手动去处理这样的表格，其实还是非常的费时间的。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很快我们 AI 就把数据处理成功了，然后填写到对应的表格里面，这就是数据分裂的一个功能。好的，我们再看一个身份证号提取生日并计算年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
我们同样把它这个演示指令给它复制一下，然后打开我们的 AI 助手，然后把指令发送给 AI。可以看一下这边生日还有年龄都已经提取出来，并且填写到对应的单元格里面。再看一个批量清洗数据的一个演示。这边的话是一个姓名还有金额混合的一段文字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指令复制给 AI。好的，我们让 AI 去进行处理，把姓名和工资金额然后分别列出来。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快捷？好的，我们再看一个匹配多表，也就是 VLOOKUP 的一个功能。这个在我们 Excel 里面是非常常见的。那么这边这个演示案例是从右边这个表里面查找姓名对应的学历，然后填到左边这个表里面。那么我们把对应的 AI 指令，然后发送给 AI 看一下它是如何进行处理的。好的，我们经过 AI 的一个处理，它就会把姓名所对应的学历填写在学历的栏目里面。好的，我们再演示一个生成图表的一个功能，我们把这个指令进行一个复制，交给我们的 AI 助手进行处理，发送给 AI。那么这边它有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呢先等待一下。好的，那么 AI 已经成功的给我们生成了一个图表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那么自己做这个图表是不是非常的麻烦，对不对？那么交给 AI 处理的话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在使用过程中，如果想更换模型，我们就点这个编辑，然后选内置模型还是 API Key 还是本地。那么你选择哪一个保存之后，它就会使用哪一个模型啊？你选内置模型保存之后，它就会使用内置模型。如果选 API Key，那么保存之后它就会调用 API Key。好的，那么演示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一个功能的话，可以参照 Office AI 助手官方的一个文档进行学习。好的，今天的介绍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您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麻烦您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会后续发布更多有意思、好玩、有用的软件。谢谢您的观看。